个看似不起眼，但却关系到一个孩子未来成长的重要问题。菲利斯塔的女儿菲尔今年已经4岁多了，但她的语言能力却让人深深担忧。今天，我们就从多个维度来一起思考，为什么菲尔的语言能力问题值得重视？菲利斯塔的选择又是否会带来进一步的风险？4岁语言还不清晰，已经是一个明显的迟缓信号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看儿童语言发展的正常里程碑。1岁左右，能说妈妈、爸爸等简单词。2岁左右，能说出2-3个词组成的句子，比如我要喝水。3岁左右，大部分句子可以被陌生人理解。4岁，应该能清晰地表达完整的需求，讲小故事，回答为什么类问题。5到6岁，语言基本成熟，能理解并表达复杂逻辑。但从观众拍摄的现场片段、过往的视频内容中，我们看到菲儿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依旧模糊不清，词汇量有限，甚至一些基本的汉语句子已无法完整表达。这不仅让粉丝们感到心疼，也让许多家长表示担忧。孩子已经4岁多了，怎么还不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？这是语言发育迟缓的典型信号。2. 语言迟缓背后可能隐藏着更深的成长问题。语言能力是儿童智力和情绪发展的外在体现，它直接关联着理解力。听不懂，孩子就很难跟上学习；表达力，不会表达，会让孩子越来越自闭，不愿沟通；社交力，无法正常与同龄人交流，孩子容易被孤立；自信心，表达能力差的孩子常常在学校里被轻视甚至欺负。我们必须承认，语言能力的落后不是简单的慢热，而是一种发展性障碍的预警。而现在，菲儿不仅没能赶上汉语语言训练的黄金期，还要随母亲远赴坦桑尼亚，进入一个语言完全不同的环境，这无疑是在放弃干预和削弱希望。3. 语言环境骤变，从中文为主到无语言支持的威胁。我们可以理解，菲利斯塔可能是因为家庭原因、拍摄需要或签证考量，才带着孩子前往坦桑尼亚。但从孩子语言成长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决定无疑是高风险的。语言环境是儿童语言能力最重要的土壤。在中国，菲儿至少还处在一个听得懂中文的氛围里，周围有人说汉语，可以潜移默化接受语言输入，有可能通过幼儿园、家庭视频等方式逐步提高语言能力。但在坦桑尼亚，中文几乎是绝迹的语言，主流语言是斯瓦希里语和英语，菲儿一个都不会。母亲和姨妈可能以斯语英汉混合沟通，孩子更无所适从。没有语言培训，没有专业干预，菲儿只能靠自己摸索。这对一个本来就语言发育滞后的孩子而言，简直就是断掉了成长的氧气。4-6岁就要上学，语言滞后会直接影响受教育权。根据国际通行的教育制度，大多数国家的孩子在6岁左右进入小学，而现在的菲儿已经4岁多了，距离他入学只剩下1年半到2年。如果按照目前的语言能力，他可能无法听懂老师的授课，他无法与同学交流，他也无法完成作业和考试，甚至连基本的课堂规则都很难理解。这不只是成绩差的问题，而是孩子根本无法正常参与教育系统。无论是在坦桑尼亚还是回到中国，语言能力差都会成为他人生的第一道高墙。5. 为什么菲利斯塔依然选择带孩子离开语言母土？这个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一个艰难的现实选择。我们不能苛责一个母亲，毕竟她在中国拍摄受限，签证受限，她在坦桑尼亚可以拍视频、开直播、卖货赚钱，她和拉乌姐妹搭档，可以更稳定地经营生活，甚至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条件留孩子在中国让家人代为照顾。在这种留不下、脱不了、靠不住的现实下，她选择了带孩子一起走。但从长远来看，这种选择牺牲的是孩子的语言成长与教育基础。我们不得不问，母亲的事业重要，还是孩子的成长更关键？也许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，但它确实在现实中变成了一个两难。6. 呼吁是否该为菲儿提供专业的语言干预？我们真心希望这段视频能唤起菲利斯塔身边人的重视，因为对于语言滞后的儿童来说，3到6岁是最关键的黄金干预期，每延迟1个月都可能错过一次成长的机会。通过语言治疗、早教训练、互动课程，其实很多孩子是可以追上来的。希望拉欧团队、菲利斯塔家庭能够为菲儿找寻一位语言治疗师，或安排他进入专业的语言干预课程。更希望大家能将舆论从关注流量转移到关注孩子身上。这个小女孩曾是无数镜头中的笑脸，
如今却站在了成长落后的边缘。我们不希望有一天看到他因为语言能力而被学校拒绝，被社会边缘。我们理解菲利斯塔的生活不易，也不否认她作为母亲的辛苦，但孩子的成长无法重来，尤其是语言这一道关卡，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。亲爱的菲利斯塔，如果你能看到这期视频，我们衷心建议你暂时放慢一点节奏，给菲儿一次语言康复的机会。在他最需要中文的时候，不要剥夺他接触语言的权利。毕竟下一次你再想帮他时，可能他已经错过了成长的列车。亲爱的观众，你们怎么看待菲儿的语言问题？你是否也曾为一个孩子的成长感到忧心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